2025年5月的一天，北京一件不寻常的事正在发生。据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市纪委书记亲自到监狱探望了一位服刑中的囚犯。探监时，他带去了2斤今年春天的新茶，还有燕窝补品和端午节的粽子。囚犯是任志强，一个超级敏感的人物。这是一场普通的探监，还是一次无声的政治信号？有观察者认为，这或许代表着某种权力的松动，甚至平凡的前兆。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任志强1951年出生，原华远地产董事长，被誉为中国房地产界的开山一派人物，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他真正出名的不是房地产，而是敢说话。他胆大直率，口无遮拦。在微博上，他只批官方政策，讽刺党媒宣传。粉丝们给他的绰号也配得上他的大气，叫任大炮。红二代并非整齐划一的群体，而是大体分为3类。一类作为特权阶层分的大块领地，埋头各自经营；一类对习近平执政强烈不满，但是乐见江山回到自己人手里；还有一类则深刻反思父辈革命道路，痛惜今日中国变成与他们追求的民主自由相反的专制政治，悲愤不已。分析人士认为，任志强经过多年思考，成为红二代中的第3类。2023年3月，一篇文章出现在网上，文章批评了错误的疫情政策，批评当局掩盖真相，讥讽习近平。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外界普遍认为，文章出自于任志强之手。3天后，他失联了，消失的时间是3月12号。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被谁带走，为什么失踪。2020年9月22号，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判处任志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罚款420万人民币，全程闭门审理。任志强不能自由选择律师，庭审资料不予公开，没有采访，没有影像，没有声音，他失去了言论，也失去了发声的权利。有传言说，任志强在狱中患病，严重前列腺疾病与疑似肿瘤，申请治疗却遭到拒绝，家属无法探视，律师无法接触。2024年10月，有公开爆料，他的女儿任心义写信给习近平，请求对任志强人道假释。信中言辞真挚悲切，说父亲在入狱前就已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急需手术治疗，而入狱以后病情不断恶化，并且又被诊断出哮喘，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经过多次恳求，依然不被允许手术治疗。女儿恳求道：“我希望能够为父亲争取到最后的人道治疗机会，恳请国家能够体现出对生命的起码尊重和最基本的人道关怀，允许我的父亲保外就医，出国治疗，在亲人的陪伴下安静度过余下的岁月。”他在信中最后写道：“请给我父亲一个出国治疗的机会，这不仅是对一个家庭最后希望的守护，也是对一个生命的尊重。一个宽容而富有同理心的决定，将会成为历史对你仁慈与胸襟的见证，而非留下令人痛心的遗憾。”但是发出的信件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任志强不是唯一一个被封口的人。
这些年，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企业家、异学者相继被失声，例如许章润、高瑜、孙大武，甚至是李克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呼吁北京当局尊重言论自由，但在墙内，这些声音被快速抹去。但是沉默不代表同意，也不代表遗忘。他们说真话，所以被囚、被禁、被压制。但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容纳批评，那到底是谁在犯罪？刚刚过去的5月25号，财经作家、自媒体人苏小荷在网上爆料，北京市纪委书记提着今年春天的新龙井茶、补品和粽子到监狱探望任志强，这被外界视为政治转向信号。有政治观察人士认为，这或许意味着在高层内部，某些被打压者正在重新被考虑。苏小荷说，这很可能意味着任志强要被平反昭雪了，那也就意味着习近平要下台了。他分析，为什么北京市纪委书记去探视任志强？他至少是个副部级干部，任志强只是个正处级干部，官阶相差了4个级别。为什么去看他？因为任志强名气大，爆料说要把他当做一个平反的时代的案子来抓，把过去这些年搞错了的案子都平反过来。为什么要这么搞呢？这就是模仿中共80年代的做法，要想走出他的黑暗时刻，他的办法就是搞平反昭雪。当年胡耀邦就是干了这个事，300多万人被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被证明，连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是那时候平反的。爆料人称，现在要走出习近平的败坏的黑暗时代，除了让习近平下台以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平反昭雪。而最有影响力的案子就是任志强的案子，因为他只是说了几句话就被抓起来判了18年。尤其是在当下中共政局动荡、经济衰败的时候，对任志强的重新定义，可能就是政权转向的开始。你怎么看呢？这是政治风向的转变，还是另一种权力的游戏？请在留言区说说您的看法。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